哦吼，陈师傅开挖机，只开辣挖机。今天这个东家至少叫了5台挖机，都没人愿意来干这个活。到底是什么原因，大家都不愿意来呢？请大家听陈师傅慢慢讲。东家建了一个新房子，然后想到老房子这里移几棵桂花树到新房子那里去，他就请了3个专业种树的师傅，挖了一整天才把这树根的土球包扎好。等他们做好了这一切，就已经到了下午4点多钟了。东家也不是特别懂，以为只要叫一个吊车，只要把树吊到车上，然后移到新房子那里，就可以把树种好。但是他忽略了一点，这个树根土球这么大，就必须要挖一个这么大的坑，才能把树种下来。所以今天是无论如何都要用挖机挖3个树坑才行。已经到了下午4、5点钟，临时叫挖机，这个嫌快要天黑了不想来，那个呢就嫌3棵树怕一下子做完了又划不来。东家至少找了5台挖机，都没人愿意来。最后他就找到了我就跟东家说，干脆300棵的树包给我，不管花多久的时间帮你把树种好为止。眼看快要天黑了，东家一口就答应了我。因为这个树有很大，一车又只能装1棵，我让东家再叫2个货车过来，一次性拉过去。东家说他叫不到车，所以没办法，又要把挖机拖到新房子那里去，要把这棵树先种了，再来挖下面那2棵。拖到新房子这里的时候，天就要黑了。东家说第1棵树要种到这碎石这里，所以要把这堆碎石往右边移开一点，根据那棵树的土球大小，然后挖一个同样大小的坑。那3个种树的跟我说，树坑不要挖太深，挖太深的话怕树种不活，所以这个树坑才挖了不到50公分深。挖好第1个之后，我们接下来挖第2个。第2个树坑在第1个和第3个的正中间，东家要把这3棵树种在同一条直线上，而且中间这个树跟左右两边的树距离要相同。现在天已经黑了，而且我还饿着肚子没有吃晚饭，所以我是挖得特别快。照这个速度下去，应该3个小时把这3棵树种好是没的问题。心想着有300块1个小时，饿一下子也值了。当我把这棵树掉下来放到树坑里的时候，东家却跟我说他不要我掉了，他说剩下的2棵树要用吊车吊，他主要就是要我用挖机给他挖3个树坑。又被东家上了一课。本来还想收东家一个起步价的，没想到他这么丰盛的饭菜招待我，我又不好意思了，所以就只收了他300。第2天这3棵树就种好了，院子里种3棵这样的桂花树还是很漂亮的。门口这里左右两边还有2棵雪松，每天少挣几百，生活多姿多彩。我们下回见。用挖机像炒菜一样的搅拌混凝土，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？哦吼，陈师傅开挖机，只开辣挖机。今天高高兴兴的拖着挖机来给这个东家干活。到达现场之后，又发现这个房屋地基又是被别人的挖机挖过的。东家叫我来的原因就是上一个挖机没有把他的房屋地基挖到硬底，所以他要我来给他挖6个桩。最近不知道怎么了，总是碰到这种事，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多找上我了。但是既然东家找到了我，就是我的客户，像我们做生意的就不能挑，只要他愿意给工资，就要帮他把事情做好。这第1个桩已经挖到挖机再也挖不下去了，虽然还没有挖到硬底，但是东家说算了，那这个桩我们就不挖了。第2个和第3个桩是连在一起的，这个桩比较幸运，刚好到达挖掘最深极限，就达到了硬底。第4个和第5个桩也是连在一起的，挖了1.5米深就到位了。由于挖出来的土太多，东家就叫了一个货车过来，要把这些土拉出去。把这一车土装满之后，货车司机去倒土要1个小时后才能来。趁这个等货车的时间，我们就把第6个桩挖出来。由于等的时间太久，我都在挖机上面睡着了。等货车撞到我的挖斗，我才知道货车来了。我说这个大哥，你就难道不看倒车影像的吗？硬是要撞到一个东西才停下来。我也真的是服了，既然你先撞了我，那我也要意思一下才行。司机大哥在下面看着我每一斗都撞了一下他的货箱，他也没有说什么。我给他装满了，按了一下喇叭，他还是不走。如果再不走的话，我又要给你加几斗到上面了。拉土的货车刚走，送水泥的货车又来了。我看这个货车司机的倒车技术好像也有点差，
有个人在旁边给他指挥，他倒了这么多下还没有倒进来。我总觉得他每次倒车都是往我挖机这边在倒，我还是把挖机移开靠得住一点。东家跟我说，刚才我给他挖的那6个桩，他要用石头和混凝土给他填起来，但是他却想用这个石粉加水泥充当混凝土。我就跟他说这个不行，一定要有石子跟沙子。然后刚好邻居家有一车沙子在这里，东家就跟邻居打了一个招呼，要我用挖机给他装了8车沙子。现在水泥沙子都有了，就只剩下石头了。然后又叫了一个货车司机送了1车石头过来，这下3样东西都有了。可当我准备搅拌混凝土的时候，我却高兴不起来，因为这根水管流出来的水实在太小了，就这么小的水量，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才能够把混凝土搅拌好。我就让东家先到那里放水，然后我把石头挖到坑里面，再来这里搅拌混凝土。在陈师傅像炒菜一样的操作下，不一会儿这个混凝土就搅拌好了。每放1层混凝土，然后再放1层石头，在这样的反复操作下，这一个坑就填起来了。然后我们就去填下一个坑，首先也是把石头先挖进去，然后再用斗把石头用力的趴紧，最后再用混凝土灌满。东家看到我这操作高兴的不行，我刚好有点渴了，他就拿了1瓶水给我。接下来我们填第3个，因为第3个有点深，填了一半之后就没有石头了，这下该怎么办？第4个还没有开始填呢。东家就问我还差多少石头，我就跟东家说最多还差3吨，然后我就叫一个朋友给他拉了4吨石头过来。可当石头倒下来的那一刻，我就觉得我的估计错误了，怎么4吨石头倒下来就这么一点？这第3个坑还没有填满，那4吨石头就没了。东家跟我说再去拉几吨那是不可能了，然后他就把地上的红砖水泥块全部利用起来放到坑里面。但问题是第4个坑完全没有石头，我就在挖机上面左看右看，突然看到东家的邻居这里有一堆石头，立马就叫东家跟邻居又打了一个招呼，然后在他这里把石头挖回去，把那个坑填满。接下来就只要把这些混凝土挖到坑里面就行了，但是这些混凝土实在太稀了，只能人工插到斗里面。东家好不容易插到斗里面，结果我的挖斗下面有个洞，这就有点尴尬了。送到坑里面的时候，挖斗里面就只有一半了。接下来这一斗，东家就想了一个好办法，他丢了一个石头在斗里面，以为能够把洞堵住，结果我提起来的时候又在漏，在路上又漏了一半。吸取了前面2次的经验，东家这一次又想了一个好办法，就是先用一个水泥袋放在下面。你看这次就真的不漏了。所以接下来的每一斗，东家都放了一个水泥袋在下面，混凝土就再也没有流出来了。最后一斗感觉全是水，所以又把地上的石头和灰全部撒在斗里面。我也不知道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，感觉东家建房子就跟闹着玩一样的。刚好到天黑，总算是把事情做完了，收工拖着挖机回家，每天多挣几百，生活多姿多彩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回见。